大家好，我是 Klaus。今天这期节目，我会带大家一起从中国几千年的朝代更替中，发现一个特别新颖、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我把它叫做中国魔咒，然后通过历史经验来分析这个中国魔咒是不是也适用于现在的中国。跟我们看到最后哦，谢谢。前几天浏览网页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了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把清朝军队化成秦朝军队，能不能打赢八国联军？这个问题有很多人参与和点赞。乍一开始，这个问题让我觉得挺新鲜的。秦军在我们印象中都是很凶猛的，清军总是溃不成军的样子。如果换成秦军跟八国联军打，会是怎么样呢？但是1秒钟过后，我突然对自己说，不对呀，怎么能这么简单的去对比呢？秦朝军队统一6国的时候确实很厉害，但是到了后来就不行了呀。有一次直接被项羽坑杀20多万。而另一方面呢，也不能简单说清军不行啊。清军入关南下的时候才10余万人，就打败了明朝几百万的军队。清军也是很凶猛的呀，从北往南屠杀汉人数百万，就好像是大象冲进了蚂蚁国。所以把不同朝代不同时期的军力做对比，这样太愚蠢了吧，瞬间就对这个问题嗤之以鼻，不想再关心了。但是想到这里，突然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为什么一个朝代的军队在建国的时候那么凶猛，都是以少胜多，而到了后期的时候反而多不能胜少呢？这个问题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兴趣。我马上翻阅历史资料，从秦朝开始，中国的历朝历代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一个政权在初期总是以少胜多，而到了末期反而却是多输给少，无一例外。特别是蒙古帝国，蒙古帝国东征西讨的时候，其实就只有几十万的兵力，却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超级帝国。蒙古国在灭亡金朝、西夏和宋朝的时候，都是面对的上百万军队，但是对他们的屠杀却是像割韭菜一样的简单。而到了元朝后期，庞大的帝国拥有数百万的军队，却被汉人几年就赶回了草原。同样的，历朝历代都是如此。正是应了唐朝宰相魏征对唐太宗说过的，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这就是我要讲的中国魔咒。我们今天就来好好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几千年来的朝代更迭都逃不过这个魔咒呢？众所周知，在冷兵器时代，军队人数是影响双方实力的最重要的因素。那为什么历朝历代政权初期以少胜多，末期却多不胜少呢？这里就产生了矛盾。根据人数是决定实力的最重要因素，就不应该会有以少胜多的情况发生。矛盾的2个点是人数决定实力和以少胜多。相比之下，我们对前者更有信心。冷兵器作战，战争打仗就是体力活，一个人再厉害能杀多少个？就算敌人站着不动让你杀，正常人杀一会儿也累了。所以相比之下，以少胜多更值得怀疑。以少胜多可能是一种表面现象，那就是在人数的统计上存在问题。也就是说，人数不能简单的数人头，而真正想打仗的才能算一个，也就是要有军心的士兵才能算。不想打仗的就是凑人数，只能起到反作用，败退的时候容易发生踩踏，造成兵败如山倒的现象。所以军心决定人数，人数决定实力，最终决定实力的最重要的是军心。在政权建立的初期，虽然人少，但是有军心，每个人都是想打仗的，或是受到了旧政权的压迫想推翻它，或是想通过战争获得利益。士兵和将领都是为自己而打江山，就像《投名状》里的李连杰的经典台词：抢钱、抢粮、抢女人。打下的地盘就是自己的，获得了军功还能加官进爵。从将领到士兵，军心一致，每个人都是想打仗的。说的正式一点，打江山就是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跟着新政权打江山的人都会成为再分配的既得利益者。但是守江山就不一样了，多少年没有打过仗了，作为朝廷的官兵，拿着固定的工资，平时再欺负一下老百姓，捞点油水，过着安稳日子，没有人想打仗。而且在专制制度下，养肥的都是权贵。时间一久，人们就会慢慢意识到守江山是为谁而守这个问题。在每一个朝代，老百姓都是习惯的称呼江山属于皇族的姓氏，比如唐朝就是李家的江山，明朝就是朱家的江山。所以在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王朝里，
打江山是为自己而打，成为功臣和既得利益者，但守江山却是为别人而守，不论朝代怎么更替，这一点是不变的。这就是为什么打江山容易而守江山难。所以建立政权的时候能以少胜多，因为有军心，而王朝末期军心涣散，表面上的人数不能代表真正的实力。不只是历朝历代如此，这个中国魔咒同样适用于国共内战。对共产党来讲就是打江山，国民党就是守江山。共产党的兵都是愿意打的，他们都是为了自己而打江山。打死了地主能分田地，打倒了资本家自己就能翻身做主人了，就是抢钱抢粮抢女人的套路。所以每个人都跟疯狗一样的想打仗。虽然没几年之后所有抢到的东西都被共产了，但在当时的军心是一致的，表面的兵力人数与实际兵力人数相当。但相反，守江山的国民党就不一样了。先是经历了8年抗战，很多人都不想再打了。当时在国统区反战情绪很严重，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再打仗死的都是中国人。另外，中共的宣传使得左倾思潮在国共内部蔓延，很多人都在考虑是在为谁而守江山这个问题，是不是为了权贵和资本家，导致国军大量倒戈或者成为间谍。所以虽然表面上国军在数量上占优势，但实际上真正想打的人不一定多过共军。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中华民国退守台湾一直到今天，这就是我们从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总结出来的理论。那这套理论能不能用在今天的中共国呢？我认为还是适用的。毫无疑问，现在的中共就是处在守江山的位置。今年7月份，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发表文章为谁保江山。郑教授在文章中指出，当下中国的保江山是为特权阶层，但是特权阶层的子孙们却用脚投了票，不爱江山爱美国。另一方面，我们来分析中共的军力。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在数量和质量上详细对比了中美的军力。中国唯一超过美国的就是军队人数了。可是共军都是想打的吗？还是跟我们之前分析历史一样，专制统治下军队是为权贵守江山？在这个问题上想明白的人都是不愿意打的。另外，中国几十年没打仗了，军队内部非常腐败，我认识的当兵的都是为了拿补贴去的，没有人真心想打仗的。而且中国现在的军人都是独生子，一打起仗来肯定没人愿意上前线。别看中国宣传的很厉害，好像那些军人像被打了鸡血一样，随时准备为祖国献出生命。但是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告诉我们，专制社会中守江山的士兵没有真心想打仗的。就像萨达姆的伊拉克政权，在和美军开战前，媒体上全都是支持的声音，大家都在说没有萨达姆就没有伊拉克，全家都会为萨达姆献出生命。可是当美军进入巴格达的时候，却无人抵抗。当年最反美的一个电视台主持人，战后还移民美国了。所以如果开战，共军必败，因为中共也已经进入了这个历史循环。在中共独裁的道路上，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的魔咒只会越收越紧。好了，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上一期节目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分析了中国家暴和虐童现象背后所体现的奴隶等级制度。首先，很多网友也跟我们分享了相同的经历，主要是以大陆的朋友为主。网友 Andy's Jack Ma、Devon Andy、华自由、乌龙赖、冰棒外交、孙吴、NTL、山姆哥、1L、游荡在影子中的一条咸鱼和微微。感谢大家分享。我想告诉大家，不要让过去的痛苦成为未来幸福的羁绊，未来一定会更好的。同时有台湾的网友 July Ghost、Lynchy、Up to You TT、陈冠廷和网友 Clary Hansu 跟我们分享了台湾以前也这样，但民主之后就好了很多。网友杨仁泉、海月之色、Jin Ori 跟我们分享了打孩子的文化也是华人文化的一部分。网友 Andrew Nan 说，只要不反党，其他的事情中共不会管，又没有油水。好了，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对 Klaus 的支持，感谢对我们上一期节目捐赠的每一位粉丝朋友，我们下次再见。